大家好，我係添 Sir，今次會帶大家行一條不一樣嘅龍脊，由土地灣行到落筲箕灣，路程短，景點多，真係影相影到手軟。想知點行就跟住我啦。睇之前記得撳住個鐘仔同訂閱喎。起點喺土地灣，起步冇耐，已有一個龍脊觀景台，約半小時就可上到龍脊。一開始就會見到一片好壯觀嘅大石坡板，係全程景觀最佳嘅影相位置。沿住龍脊行就可以去到新建嘅觀景台，隨後會登上龍脊嘅山頂，打爛程頂山。沿路仲有數個觀景位置，去到龍脊尾有一條方徑嘅分岔路口，唔想行方徑嘅可沿觀方徑繼續落山，大約行2公里就可以去到歌連臣角嘅出口。呢條路線係會教大家點行方徑落山㗎，先會登上雲枕山，再經過一條長超過1公里嘅竹林，去到歌連臣山，仲會尋訪歌連臣山嘅紅磚古柱，之後就會接回觀方徑，去到龍脊嘅另一邊歌連臣角嘅出口，跟住會去柏架山引水道石橋，即係俗稱嘅猛鬼橋。猛鬼橋嘅橋墩好靚㗎，係一個影相嘅好地方。最後就沿大潭道同柴灣道落山。有興趣嘅可以改經筲箕灣鐵橋棧道，同樣係可以落到筲箕灣站㗎。呢條路線全長8公里，單龍脊一段只有4.5公里，加埋猛鬼橋就5.5公里，其餘嘅都係行落筲箕灣嘅路程。雲枕山同歌連臣山嘅一段方徑係非常好行㗎，路碑非常清晰，亦甚少分岔路。可以話係一段非常靚嘅方徑，只係冇路牌嘅啫。行山人士想行得輕鬆一啲嘅，可以沿官方路線落山，唔行雲枕山同歌連臣山就得啦。難有難行，易有易行，兩條路線都會喺影片嗰度介紹。事不宜遲，大家就睇片啦。呢條路線嘅 GPX 檔可以掃描呢度下載。起點喺土地灣，一落車就嚟到龍脊嘅登山口。入口有大型嘅地圖介紹牌，指示咗官方嘅建議路線。準備好就起步啦！嚟土地灣，大家可以喺筲箕灣站 A2 出口嘅左邊搭小巴，或者到筲箕灣巴士總站搭9號都得。個人就比較喜歡搭小巴，貪佢夠快，唔使好似巴士咁站站停，客滿就開車啦。登上龍脊只係1公里嘅路程，頭一小段係石屎梯級，唔高唔矮嘅，尚算好行。只係約5分鐘，已經會見到好多奇形怪狀嘅石頭。仲有非常廣闊嘅風景，可以遠眺到大潭港添。之後就接上普通嘅泥路山徑，雖然睇落好似好多大石咁，其實都係好好行㗎。上山嘅分岔路口只有2個，路牌指示係好清晰嘅。跟住行就得。可能行錯㗎。中段嘅梯級係最密嘅，不過絕對唔係天梯。呢一段其實係港島徑嚟㗎。第一個會見到嘅標距柱就係 H085，
望上山上面就係龍脊啦。梯級量係唔多嘅，部分嘅山徑仲係好平緩嘅添。粗略估計，平路跟梯級大約係一半一半啦。由於每一級都唔算高，個斜度應該好多人都接受到嘅。唔使15分鐘就嚟到一個觀景台，景觀主要係望紅山半島同大潭港。沿大路一直行，小徑都有圍封，唔易行錯路㗎。圍封嘅方徑多數係一啲冇必要嘅捷徑，正常都係唔會行嘅。如果係新年前後，呢度係會見到幾棵吊鐘花㗎，不過唔多嘅，真係得幾棵嘅啫。重要分岔路口都有明確嘅指示牌，跟住個龍仔圖案行，向住山嘅方向上就係啦。只要循泥路梯級上到頂，就會見到一張長木凳同2嚿大石，隨即嚟到真正嘅龍脊。廣闊無邊嘅大海同時湧進眼簾。先離開港島徑一陣，轉右去大石波板睇一下風景先，即係懸崖警告牌嗰邊。山徑係窄嘅泥路，稍為崎嶇一啲啦。沿路都有大石可以影相，亦可俯瞰整個石澳、大頭洲等。小心咁行，只要再向前行少少，就嚟到一片非常壯闊嘅大石波板。呢度可以話係龍脊最佳嘅景觀同影相位置。左邊可遠眺到東龍洲、將軍澳，前方可俯瞰石澳、大頭洲，右邊仲可以睇到鶴咀山添。喺山上邊仲有唔少大石可以影相㗎。休息過後，沿路折返回港島徑，即係長木凳嘅分岔路口。沿官方路線繼續直行。呢度係位於龍脊嘅頭段，全條龍脊唔計上落一段嘅話，約係1.5公里，路程係好短嘅啫。而且全係輕微上落，波幅唔大㗎。終於見到第2條標距柱 H086啦，相已經影咗唔知幾多張啦，先至行咗500米，一條標距柱嘅位置，證明龍脊呢條路係幾咁容易行啦。全條龍脊嘅山徑都係依住綿綿嘅山脈，不斷咁跨越面前數個小山丘，仿如喺龍嘅骨脊上奔馳一樣。龍脊嘅好行之處係在於條路唔平淡，間中有一啲崎嶇，間中又有少許上落，一啲都唔會覺得悶㗎。上上落落，一律都係暗斜嚟嘅啫。絕對冇好似八仙嶺、孖崗山嗰啲大斜上落㗎。有啲甚至係平路添。一路上右邊都有海景，一邊行一邊欣賞，真係非常之寫意。
嚟到標距柱 H087 嘅位置，會見到另一個新嘅比較大嘅觀景台。佢嘅設計有啲似千島湖嘅清景台，風景繼續係無邊際大海，可以由左邊嘅將軍澳望到去右邊嘅鶴咀山。不妨嘆多一陣先至走。觀景台之後嘅小山丘就係打爛程頂山啦。打爛程頂山一個非常古怪嘅名字，背後卻隱藏着一個可歌可泣嘅歷史。上完剛剛嗰幾級咁靚嘅木樁梯級，再行多幾十米就到啦。一眨眼就上到山頂。打爛程頂山高海拔284米，有一條好肥嘅標高柱，仲有圖案名牌，標示咗高度同網格方位。山頂嘅位置大約就係喺龍脊嘅中間。離開山頂，繼續沿龍脊行，轉眼就去到下一個小山丘，有一個舊式嘅觀景台。呢度有兩張長木凳，仲有一幅標示咗名稱嘅長相片。方向係大潭港嗰邊，由最左邊嘅鶴咀山去到最右邊嘅龜山。接下嚟係一段往下嘅梯級，面前嘅山脈明顯係一波比一波低㗎。講返歷史，打爛程頂山原名係程頂山，喺20世紀初係糧食同埋海產嘅主要輸出地。但喺日佔期間，糧產被日軍所霸佔，村民日夜工作，苦不堪言。日本投降撤離後，村民齊到程頂山慶祝，將所有日軍留下嚟嘅物品一概打爛，並喺程頂山加上打爛2個字作為紀念。打爛程頂山嘅名字就咁樣流傳至今啦。唔經唔覺又行到去另一個山頭，同樣係有兩張長木凳，仿如另一個觀景台。景觀可以望到對岸嘅將軍澳同東龍洲。唔知道大家鍾唔鍾意聽類似打爛程頂山嘅行山冷知識呢？鍾意嘅記得留言話我知啊！沿山脊繼續行，跟住會越過一大片泥地，然後就攀上龍脊最後一個小山丘啦。話咁快就上完，跟住就係落山啦。正前方嗰個山峰就係雲枕山啦。9成9行龍脊嘅行山人士都係唔會行㗎，10個都會略過，因為佢唔係屬於龍脊嘅官方路線。嚟到標距柱 H089 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分岔路口，警告牌嘅後邊就係登上雲枕山同歌連臣山嘅方徑。第一陣會再返嚟介紹。先講一講左邊呢條路比較大眾化嘅官方落山路線。好簡單嘅一條路，直落就係啦。比較適合想行得輕鬆一啲，或者係冇行方徑經驗嘅行山人士。沿住密密麻麻嘅梯級落到底，
去到分岔路口就轉右行往大潭峽石澳道嘅方向，路程係2公里，係一條環山徑嚟嘅，可以話係全條平路。行得快嘅，應該約半個鐘就可以行到去出口啦。沿路嘅標記柱會見到 H090至到 H093，如是者一直行係完全冇分岔路口㗎。標記柱 H093 之後，再行多約400米，就會接上歌連臣山嘅方徑出口，亦即係歌連臣山食水定壓缸嘅位置。鏡頭一轉，返去山上邊嘅分岔路口，行入警告牌後邊，前往雲枕山嘅方徑。首先，條路係極之清晰嘅，絕對唔係朦朧不清、難以去分別嘅穿林路。如片段所見，山徑一啲都唔窄，而且仲有一定闊度添，真係靚到好似行緊郊遊徑咁。即使你之前未試過行方徑，睇完呢條片之後，信心都應該會大增，因為中間明顯嘅分岔路口其實只係有2個，全條路都俾你睇過啦。睇完片記住，跟住行就得啦。個難度喺方徑嘅角度嚟講係好低好低㗎，可以作為入門咁去嘗試一下。幾步之後就嚟到雲枕山嘅山頂，山頂冇標高柱，亦冇開揚嘅景觀，只有民間嘅標示。接下嚟就係往歌連臣山嘅路段，路程約係1.2公里。路況都係差唔多嘅，清晰易見易明，而兩旁就開始長滿咗小竹樹，係一片綿綿不絕、超過1公里長嘅竹林，無窮無盡嘅竹林係呢一條方徑嘅景點之一。其次就係2個山頂，雲枕山同歌連臣山。仲有一個小景點，就係喺山裏邊隱藏咗一條紅磚古柱，細細座嘅，睇落唔顯眼，好容易就會忽略㗎。行山通常都係有大路行大路嘅，但基於以上嘅多個景點，就係改行小路唔行大路嘅主要原因啦。好多時選擇行小路都係因為以下幾個原因：一係一條真捷徑，即使難行，但會行快好多；二，小路有特別景點，非到不可；三，大路太多人，想少人一啲；四，大路行得太多，有啲悶，因此挑戰小路，尋求新鮮感、刺激感。無論如何，有人行過先至會有方徑嘅存在，越清晰就代表越多人行。少人行、冇人行嘅路，假以時日係必然會被大自然吞噬㗎。
故此，所有你見到嘅小路，其實都一定有佢嘅過人之處嘅。留意下呢片竹林，部分路段都幾靚㗎，小竹樹排列得好整齊，所以呢條路真係好值得嚟行㗎，尤其係熱愛竹林嘅添。真係行極都有，行極都未完㗎噃。依家只係大約行咗一半嘅啫，真係想象唔到咁長㗎。呢片竹林嘅範圍係覆蓋雲錦山到歌連臣山一帶嘅，兩峰高度相差約80米。所以條路其實係暗斜嚟嘅，只係喺唔經唔覺咁樣攀升咗，你唔知嘅啫。斜度係細嘅，1.2公里嘅路程，高度相差只係約80米，算係好低㗎啦。喺竹林途中，只有一個分岔路口。見唔到唔緊要，因為直行就啱㗎啦。右邊條分岔路係直落馬塘坳，即柴灣華人永遠墳場頂嘅位置。故此，呢條路其實都係由柴灣上龍脊嘅捷徑。條路稱係有原因嘅。如是者，仲要行多6分鐘，先至穿越整片竹林。跟住就會踏上真正登上歌連臣山嘅山坡。翻查翻相片嘅時間，由分岔路口行到上山頂，大約係需要10分鐘。終於到啦！歌連臣山有標高柱，高海拔348米，風景唔算開揚。不過由左到右都可以望到砵甸乍山、大浪灣、龍脊，遠至赤柱。離開要留意，左邊有一條路，標高柱後邊都有2條路。落大潭峽係要行最左手邊最明顯嗰一條路。山徑同樣係明顯嘅，路程約係500米，而下降就有150米。可見個斜度非常大，但因為條路都幾靚，落起上嚟又唔係真係咁難嘅啫。往後就只係一條路，再冇分岔路口㗎啦。行咗大約3分鐘，去到一處明顯空曠少少嘅位置，右手邊可以揾到一嚿似煙通嘅紅磚，其實係一支古老標高柱。紅磚古柱而家只剩餘4條，均位於港島，分別藏於長年山。感興趣嘅可以掃描以上 QR Code 睇。第2條喺蓮花井山，第3條喺大潭江，而第4條就係喺呢一個歌連臣山啦。接下嚟全係落山嘅路，係有一啲斜嘅，要步步為營，重點係小心落腳。
一條路直奔落山就係啦。剛剛講過大路小路嘅選擇問題，喺落山途中，不如講少少山藝嘅常識，好有用㗎，留心聽住啦。首先，路線長短係唔可以單憑平面去量度嘅，路程短唔一定係捷徑。喺呢度簡單咁講一講山藝係點樣去估計時間嘅。以1:20000嘅實體地圖嚟計，每1厘米就等於200米。留意用電腦或者手機去睇係唔同㗎，要留意比例尺。一般步行每公里係15分鐘，即200米就需要3分鐘。喺地圖每1厘米就係3分鐘啦。全條龍脊連上落約係4.5公里，合共就要1小時7分半啦。另外，每上高一條20米嘅等高線，就加多2分半鐘。一開始上龍脊，大約係要上5條等高線，所以就要加12分半啦。有上就有落，每落低一條20米嘅等高線，就要加多2分鐘。由歌連臣山落山，大約要落7條等高線，就加14分鐘。當中係好多上上落落嘅，大家可以自己計一計。粗略估計，單龍脊呢一段路線應該約係要2小時嘅。2小時係唔包括影相時間。如果有6個景點，每個景點影10分鐘，就已經1個鐘㗎喇。好啦，講住咁多先，講返條路。由歌連臣山大約落20分鐘，就可以接回大路㗎喇，亦即係歌連臣山食水定壓缸嘅位置。跟住靠右，沿官方路線繼續落山，去到分岔路口，轉右係往大浪灣，直行係大潭峽。喺呢度有一排流動廁所，有需要就去啦。沿石屎路一直往下走，一直行到落底就係啦。喺盡頭嘅轉彎位置，轉咗落石澳道。隨即嚟到官方龍脊嘅另一邊出口。若果行夠嘅行山人士，可以喺度搭車走。假日仲有紅色小巴㗎。沿石澳道直行，要小心冇行人路嘅路段。喺迴旋處靠右走，小心行就得。幾步之後，轉入右邊嘅車閘口。行得港島多嘅都會知道，港島區好多時都係冇行人路㗎，行下行下就會慣㗎啦。沿路一直落，留意左邊嘅分岔路口，要轉入左手邊嘅引水道，開始進入咗柏架山引水道嘅範圍。幾步之後，就嚟到俗稱猛鬼橋嘅柏架山引水道石橋啦。謠傳日治期間，日軍曾喺度大開殺戒，再加上西灣濾水廠發出嘅嘈雜聲響，喺夜間彷彿有冤魂哀鳴。猛鬼橋個名就係咁嚟㗎啦。走到猛鬼橋嘅另一端，轉右可落到橋墩嘅位置。係有啲斜嘅，小心一啲啦。橋墩甚有英倫風格，冇窄，
有仿拱券嘅設計，建喺一座好大嘅水泥基座。全條橋雖然並非由大石砌成，但絕對有佢嘅可觀性㗎。有落石更經驗嘅，不妨喺安全嘅情況下落橋等睇一睇，感覺係震撼好多㗎。影完相就沿路折返上引水道，所有景點已經睇完，唔想行落筲箕灣嘅，可返回剛剛嘅迴旋處搭巴士離開。於假日巴士有機會會滿座，建議沿引水道行落筲箕灣，隨時係會快過等巴士逼巴士㗎。行到落港鐵筲箕灣站，大約係2.8公里嘅啫。只需沿引水道直行，唔好走落旁邊嘅樂村坊徑。由於呢度好近屋村，係好多晨運徑嘅，沿石屎路直行就得啦。總之就係有大路行大路，沿引水道行到尾，唔係好長嘅，幾百米嘅啫。唔使10分鐘就接上石屎路，亦返回大潭道。往後都有行人路，大約行300米左右，左手邊會見到筲箕灣東上配水庫嘅車閘口。我經筲箕灣鐵橋棧道落山，不過係有少少兜路嘅。經行人路落山就最簡單直接。跟住路牌落筲箕灣就得。沿路都有唔少巴士站，有大量巴士路線可選擇，適合嘅就喺度搭車走啦。又係時候作一個簡單嘅總結啦。呢條路線話就有8公里，其實山徑只係得4.5公里，算係一條簡單嘅短線。呢條影片刻意咁講解咗2條常用嘅落龍脊路線，大家就按住自己嘅能力喜好去選擇。難有難行，易有易行，最緊要開心上山，安全落山，一起行山闖蕩去。由大潭道開始計，行到落筲箕灣站，又係需要20分鐘。途中跟住地鐵嘅路牌行就得。沿路都有足夠嘅指示。係行路落山快啲，定係等車搭車快啲呢？大家應該心裏面有一個屬於自己嘅答案㗎啦。今次咁開心愉快嘅旅程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繼續可以開心上山，安全落山啦！鍾意我 channel 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啊！搵行山路線記得嚟 teamhiking.com， 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！